边许是稍微回应一个部分哈，我在讲情绪。好，我先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我想问在座每一个人，你们从小到大，当你们有情绪或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的情绪有被大人们接纳吗？来，各位，这是很有意思的哦。就是你们会不会跟你的父母讲真心话？你会不会在你的父母前面表现你真实的情绪？或是当一个小朋友，他可以在老师、大人的面前表达他真实的情绪跟做自己吗？好，各位，这很有意思哦。来，学校问的问题是：当我们是父母，我们是大人，我们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吗？来，我再强调一遍哈，因为这东西决定了各位你们长大之后，你们有办法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有办法跟人家做感受的交流吗？还是你们常常都是感受藏在心里面，而从来不真的觉得你们是被接纳、被了解的？或是常常我们华人很简单，对父母常常都是报喜不报忧，对不对？好，有时候我常会跟人说啊，你为什么不跟父母讲啊？第一个跟他们讲，他们不会了解；第二个跟他们讲的大惊小怪；第三个跟他们讲谁给能我帮给赛物，就是他们又帮不上忙，然后又会误解，然后又会帮倒忙。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家庭跟社会，孩子回到家是不跟父母讲心里的话的。小时候会，长大就几乎不讲了。来，各位，为什么？好，那这就变成了在座每一个人，你们有办法去抒发情绪吗？你有办法去表达情绪吗？你们有办法去把你的情绪说出来，而有别人你觉得会了解、跟接纳、跟接得住吗？好，所以各位，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是啊，你们谁是可以跟父母说心事的？唉，说到这个就只能叹气啊。来，没错嘛，哈。好了，这部分我要先跟大家谈这件事，就是你去回想这个概念。来，比如说我先来跟大人来说好了，大人们或父母们或所谓的师长们，他们能不能容忍或接纳孩子可以表达情绪，而不给予责备？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比如说有个小朋友回到家跟爸妈说：“啊，我这个胖虎欺负我，我想揍死他。”啊，父母可能第一句话跟他讲道理：“你不可以揍人哦。”或是你胖虎揍你，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不好？你是不是要自我检讨？有没有那个比较儒家的父母亲？有没有？哦，凡事先反求诸己嘛。今天胖虎唱歌很好听啊，对，胖虎都要开演唱会吗？那胖虎为什么要揍你？你是不是要检讨你自己？是不是你哪里做的不好，人家要揍你？对，为什么要惹胖虎？你离他远一点，对不对？好，或是就跟他讲啊，那你去跟老师报告。对，那跟老师报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同学里面就会觉得被当要北亚嘛，就是告密者嘛。好，这时候父母能不能就是让孩子把他的情绪说完？啊，他被胖虎欺负，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有没有？那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哦，那你会不会想要揍死他的情绪？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所有的小孩在试着表达情绪的时候，在当时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被接住，好好的被同理，好好的被感受，而不被批判，以致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不说了。来，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什么？隔绝跟孤单，我就把我的感受怎么样隔绝掉了。因为当我跟我的父母说我真实的感受，他就告诉你，你不应该这样想，你不能有这样的行为，你不能有这样的情绪。好，甚至有时候如果你有激烈一点的情绪，父母还会吓到，父母会被孩子的情绪吓到，那孩子很快就知道你们接不住，那我就不讲了。各位懂我意思吗？好，就像那时候我跟我爸一个对话很好笑，那时候好像是那个丽娜的小孩，然后讲到他的小孩曾经有过自杀意念，
好，我就跟我爸说：“哎，爸，你那个孙子有自杀意念呢。”各位你知道我爸怎么回答吗？我说：“那这不可以呀，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这句话就是不对的，要打他，要打他，打到让他知道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我的目的是要让我爸爸同理，你知道吗？你看你的女儿婚姻出问题了，然后你的孙子可能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是有痛苦的，那你的这个孙子可能内心是有创伤的。我想跟爸爸谈谈他孙子的心情。就我爸听完第一句话说：“那不可以呀，小孩子怎么可以有自杀的想法？这是不对的，要打他，打到让他不能这样想。”可是我爸觉得这就是他的爱，他觉得这是对的，各位懂我意思吗？他觉得因为这想法不对啊，小孩子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这个此风不可长啊！这个一定要打他，打到让他知道这是错的，这是不可以的。各位，他是出于善意啊，可是你看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吗？接不住啊！所以我们的社会没有这个东西，各位明白吗？对，我们的老师更不会接你的情绪啊，只会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指责你啊。我们几乎从小到大很少被从感受的层面被同理。好，我可以同理你想把胖虎打死的心情，但是当然你不能把他打死啊，因为你只会被他打死，你打不死他嘛，因为他是胖虎嘛，对不对？你是瘦皮猴嘛，而且越来越瘦。对啊，你看就不吃东西。这位同学要降肉，要把自己的肉降给对方，要降肉。好，我赞成你降肉，降20公斤给他，好不好？好了，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身为一个孩子，我们的情绪从来没有被接住。第一个，父母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情绪。第二个，当你有很激烈的情绪，他只会告诉你这是不对的，甚至他会被你的情绪吓到。于是我们就学会把情绪怎么样？原来这个世界跟周遭的人们是不喜欢我表达情绪的，是不喜欢我释放情绪的，是不喜欢我把我的情绪说出来的。于是我们就把情绪变成我们内在的东西，然后就压抑在心里。来，各位，压抑、累积、扭曲、变形、生病，来，有没有？是啊，好，所以我今天想跟各位谈这个部分，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这个东西，怎么样去看到这个东西。好，情绪怎么去流动，怎么去释放，而身为大人们，我们怎么去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好，我不是跟他讲道理，我就是去让他把感觉说出来，然后也不是去批判他。那当他把感觉说出来，我也不是急着帮他解决问题哦，我就是了解跟倾听， hold 住他的感受，让他的感受流动。那这样的一个孩子长大，他就会知道他可以表达什么感受。不管是正向的情绪还是负向的情绪，他可以表达出来，情感就会流动。那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就会完全不一样。好，来，我想请我们那个王芬同学，是吗？是你吗？对啊，对，就是你啊，不要怀疑，到前面来。来，上来哭。那个主任把他叫上来。哎，来到前面来哈。那因为这位同学，忘记了，应该3、4、5年前吧哈。那时候我们赛事文化赛事管顾有办一个奥捷的旅行，然后他跟他先生有一起来参加。然后应该在2年半前了哈。那先生突然心肌梗塞，然后装了第3个支架。但是那时候好像开始也学习赛斯心法，所以疗愈的非常快。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状况之下疗愈了然后夫妻也跟着我们去奥捷
这个玩得非常非常开心。好，那在今年2月4号，因为后来先生在台东买了一块农地，那也买了房子，那在那边等于说这个恢复健康了哈。那在今年2月4号，要从高雄转车到台东的时候，那就在转车的过程当中，先生就倒下来，那就离开这个物质世界了。那这个同学就同时很难过，同时很感恩。对，那后来就按照先生的遗愿就到赛斯村去做这个树葬。好，树葬，来，要不要来跟大家来到前面来啦？来，给他鼓掌一下。好，对，所以也瘦很多整个那个人都瘦下来了。来，同时讲你的感动，同时讲你的悲伤。那2月4号到现在，其实刚满1个月，先生也才刚离开1个月。好，来，我很感谢许医师，因为从2017年我就来上课，然后顺便做夫妻咨商。因为我们结婚33年，实际上前27年我们都是永远在吵架，从来都没有好过一天。然后我开始上课以后，就有一些改变发生，就是我就开始回去跟我先生讲说，我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我怎么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你的优点，看过你的好。然后从开始上课，我就或者是去跟许医师做咨商的时候，我都会赶快跟他讲，许医师说我哪边有问题耶，然后真的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为什么都看不到你的好？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那时候许医师还有我那时候找了谢心理师，就是那个谢心怡谢心理师，他那时候就叫我们夫妻2个要先分开住，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后来我去台中独居，那我先是跑到台东去买了一块地住那边。然后后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段分居，因为我们才不会彼此勒索、彼此控制。就人生第一次会觉得说，除了看到对方的好，第二个就是会去不再用控制手段，或者是用那种，就是说才开始渐渐的，什么叫做彼此互相尊重，给对方自由，又对，自由，尤其是自由这一块，我先生赞不绝口。然后我当然也是看到这个对我自己的这个好，就是我放他自由，实际上就是放自己自由。我第一次感觉到，然后后来我持续上课，然后在2018年有一天上许医师的工作坊，同学讲他的先生讲到气愤到。然后许医师问他说：“所以你是不是想离婚？”他说：“没有，我没有。”可是他没有，可是我却有。我内心那个想离婚的感觉，然后我就赶快就跑去，我课堂上我不敢讲，我就跑去跟许医师咨商，我就跟许医师讲怎么办？我好想离婚哦。然后因为那个工作坊，我好想离婚。然后许医师说：“那你就离呀，你有没有这个勇气？”然后我当然大哭。他说：“实际上你们就分居了嘛，那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不一定要离，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后来我就去跟我先生讲，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边哭边讲。然后我们花了大概1年，2019年开始，花了1年。我先生只告诉我一句话，每次我那个想要离婚的那个感觉出来，他就说：“好，那你就我就把那个离婚那个证书写好，放在你那边，你随时可以签字，随时可以走人。”然后，可是实际上我们根本第一个没有签，第二个也没有离婚。可是问题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2个感情越来越好，好到简直就是重新恋爱的感觉。为什么？第一个，因为他也曾经外遇过，虽然他回来，因为我先生人非常非常好，只是因为我哭了一下，他就
他就赶快回来了，然后就所有的外面那些全部斩断。他实际上是个非常负责任的，然后这个离婚这个决定，首先我就平复了，因为我觉得说，哦，终于因为以前都是他讲要离婚，其实是一个力量啦。对，好，当我觉得我不再无力感，当我想离婚，我可以随时离婚，那就变成没有人阻止你了。就像有人要跳楼，有没有？你就记得不要拉住他，因为你越想让他越想跳，就让他觉得他有跳楼的自由，他也有不跳楼的自由，他不是一定得跳楼。各位，好，所以当你有了可以离婚的能力，最后你反而不一定想离婚。当你有了可以离婚的这个勇气，你反而不一定想离婚，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嘛，为什么要急着现在？对，好，那最痛苦的是你想，但是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那既然都放在那边，随时都可以签，那我就随时签嘛。那既然随时就一直随时下去嘛，因为反正是我的主权，各位了解哈。所以人其实要的，好，不一定是你走哪一条路，而是我要觉得我可以做主的那种概念，就会觉得有力量了。对，你可以外遇，我可以离婚，对，那是我的力量啊。那当我觉得我真的可以离婚，我倒觉得我不一定想离婚。可就像常讲，工作也是一样啊。你觉得随时可以开除老板，你就不急在一时啦，对不对？你就不急在一时啦，这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对，来，所以就是说，以前都他在讲嘛，终于有一天轮到我可以讲了，就是这个让我觉得我平衡了，然后我先生也平衡了。为什么？因为他以前都觉得很愧疚我，他觉得很愧疚啊。终于有一天你提出这个，然后我也放你自由啊，所以他也觉得他平衡了。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在2019年我们就是越来越好，甚至有重新恋爱的感觉，因为以前的所有的恨就一笔勾销。然后我非常感谢，就是这2年的这个疫情，因为我们本来是比较分居状态嘛，但是就是说，因为疫情关系，我们就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更棒的就是说，但是就是更棒的就是说，今年过年它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年。好，就过年期间最长，所以小孩子提早，还有我们就是人生第一次在台中过年，所以小孩子有机会好好的相处了。对，就比较无憾。然后我也用赛斯心法，其实这几年我一直用赛斯心法跟我先生讲说，其实他没有错，他都是对的。为什么？以赛斯心法来讲，他是忠于自己的感受，然后去感觉其他的一些情感方面。那我觉得，因为我是布施的概念呢。因为这么多这个失婚妇女，这么多需要温暖的女性，所以其实是一种布施的概念。对。其实歪了是吧？其实我真的蛮感谢的，因为我跟我先生讲说，实际上我也会乱想啊，只是以前不敢承认。有没有？以前是3从4德的女性，我怎么可以承认我自己乱想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用赛斯心法来看，它是没有错的。因为它第一个，我说你忠于你自己，然后第二个，你敢行动去表现，但是你又很负责任的回来，然后爱这个家，爱你的老婆小孩。那我现在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他觉得他很愧疚。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用愧疚，因为你没有错。然后我又跟他讲说，所以为什么很谢谢徐医师这个赛斯心法，因为我还跟他讲说，2075人类会大翻转，那一个关键就是说，你会回想到你的前世。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做错或是愧疚，因为你一定要原谅你自己，不然的话，你万一回想到你的前世，万一你是秦始皇呢？万一你是那些德国那些纳粹呢？学习自我宽恕了，对，不要一直活在自我责备里面。对，所以我说灵性要成长，首先一定要先宽恕自己，已经不是我要不要宽恕你了，而是你能不能宽恕你自己。就好像我也宽恕我自己啊，我都乱想啊，而且我还敢讲出来。那有一天如果说你外遇，你敢出去乱讲，你敢出去讲说，我就是外遇，可是我又回来，我又多爱我老婆我的小孩，你就成功了，因为你就是宽恕自己。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多做一些素材，以便未来的自己可以多一点宽恕自己的机会。对，是。
然后我真的很谢谢我先生，2021年，然后那时候年底的时候做支架，刚好就是许医师发生那个房子的房子的事事，对，你看然后同甘共苦有没有？对，然后让我很有力量，就是为自己讲话，然后这个力量我觉得好像也带动我先生一样，然后就这个过程，实际上我都非常非常感谢，而且尤其是在过年这一段，我一直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是多棒的老公，你是真的，如果重来1亿次，我还是选你。对，但是我觉得很不容易，是这个同学走出这个创伤的阴影啦，也走出先生外遇他自己内在的悲伤，那甚至在过程当中，至少也修复了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好，那去同理到先生的这个部分啦。所以当现在先生离开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不太有遗憾的。从外遇，从开始2个开始修复情感，到慢慢共同学习，所以我觉得先生在2月4号倒下来就离开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是心满意足的啦。我觉得是心满意足。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像在学许爸爸，他曾经跟我小孩讲说，他要像许爸爸那样坐下来就死掉。所以我他之前有讲过是吧？对，他有跟小孩子讲过，所以他说千万不要急救。然后说要么海葬，要么树葬，所以我这一次就是遵循他的遗愿，然后就是到30村去树葬。不可以。对啦，你干嘛越走话说越远？对，是啦，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啦。好，那我觉得我们的同学真的很真诚，就很真实的跟大家走过这些过程啦。好，所以我们也给这同学真的鼓掌一下哈。好，然后所以记得饭还是要吃，觉还是要睡哈。发现整个都瘦下来了，你也要降肉给他是？好，来，其实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哈，万物平等哈。万物平等，我还是要说一个故事了哈，就是万物都是灵。好，这本好，万物都是灵。好，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好像就是台湾的时候，2003 SARS 的时候，对不对？好，好像就是这本书哈。那这本书那时候 SARS， 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在2003的时候，和平医院整个封院，然后甚至有护士拉白布条哈，就是这个，然后整个台湾很震撼，就是为什么在 SARS 然后被关在里面，好像这个很恐惧的一个经验。好，那时候刚好就是出版这本书《万物都是灵》，那刚好就有一位学员，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时候好像都订了1000本的样子，然后就送进和平医院，好，送进和平医院。那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感动了他。好，但是如果我今天回到这个主题哈，这个万物平等，来，我从这个万物都是灵的这个观念，好。万物都是灵，或以赛斯心法来讲，万物都有灵性，或万物都有意识。来，万物都有意识。来，各位记得鲁伯开悟的手稿，物质实相是以意念为架构建构而成的，还记得吗？好，物质实相是以意念来，各位，这都是意念，这都是意念。好，所以那时候徐师还想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的一生是神，好，造物主跟创造者为我们安排的一出戏。我们的一生，你的一生呐，好，你的一生，你的一生是神为你安排的一出戏。那这一出戏里面，来，我们过去的科学告诉我们，只有人类有意识。来，徐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有养过宠物的人都会知道，来，宠物有没有情感？来，宠物有没有意识？来，甚至我们讲夸张一点，宠物有没有灵性？
有啊，宠物聪明的要死啊，对，它其实是有灵性的。好，宠物甚至可以感受到主人的情绪。好，所以徐师在讲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它把自我认为是意识，它把其他的动植物变成是等的，各位了解吗？把所有的动植物变成是等的，好像就是一个搭配演出，然后不认为所有的动植物都有灵性。好，然后也觉得整个物质世界就是物质嘛，来天花板啊、地板啊，对不对？把整个物质实相当成是一个物质。来，各位，来，我跟大家讲，这全都是错的。如果我要这样讲，假设造物主神是一个意念，这些全都是神的意念所造的。所以如果要这样讲，我的身体是神的意念造的，肉体也是，你也是，这个梁柱水泥也是神的意念，那一棵树也是神的意念，这个板子虽然是买来的白板，它也是神的意念。那如果神的意念是有智慧的，是有意识的，是有灵性的，那请问我们周遭的一切有没有灵性？有，懂了吗？所以各位，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可以变成在餐桌上，这并没有错。好了，不好笑了哈。但是所有的万物其实都有它的灵性，这才是未来整个人类的自我意识要完全开悟的地方。好，那并不意味着各位你们以后都不能吃肉的概念，而是整个地球的万物的灵性开始被人类的自我意识的开悟而感受到了。因为目前整个人类有一点像是高高在上，并且阻隔掉所有的万物，所以你不会觉得你跟大海是什么一体的，你不会觉得你走进森林，你走进神的意念，你也是神的意念，整座森林也是神的意念，也是造物主的意念。你不会感觉到一座山、一条河，包括空气，都是神跟造物主的爱跟慈悲。你会觉得人生很苦，你会觉得人生很不得已，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无生命的。各位，错，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狭隘的观点。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意念所形成的。各位，就像你在梦境里面，所有梦境的影像都是什么？意念。只是这个意念它用物质的形式出现，但是物质其实就是能量，能量其实就是意识。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所有的万物的平等，它指的不是一种假平等的概念，而是万物都是神的意念的显现。各位，你也是，我也是。好，一个黑人，一个白人，一个黄种人，全都是。好，那唯有人类的自我慢慢的打开这个限制了。来，各位仔细听，地球才会有未来。包括现在所有全世界人类关心的什么物种的灭绝，有没有？来，物种的灭绝，来，环境的污染，来，各位，就小小一个台湾，真的北部就每天在下雨，中南部缺水。每次听到中南部缺水，我就在想，北部缺蛋，中南部缺水啊，是要干嘛？因为住北部住台北，每天看到下雨，这讨厌。可是中南部竟然没有水用，没有水用。好，我们在讲气候异常，
全世界现在都在气候异常。各位，为什么？因为当人类的自我意识一个那种有没有？骄傲的、自以为是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大地，甚至要这样讲，人类肆无忌惮的繁衍人类，让其他的万物都来。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外星更进化的种族，那把人类当动物啊，这就一样啊你们不是也把牛马放在动物园吗？所以如果有个外星更进化的、更有智慧的、更 powerful 的种族来，他可不可以把人类放动物园？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在靠腰什么？我们不是就这样对牛、对马、对其他的生物吗？我们不是把他们放动物园吗？各位，以后你就要被放动物园了，你全家都放动物园了，然后外星人统治地球，然后他们的小孩子买门票去看你啊！你看那个是 human being， 还有这个 male、female、children， 听懂了没有？人类不是这样对所有的生物吗？所以今天不是说你吃肉是不对的，而是你如何去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所有的生命，我甚至这样讲，包括一张椅子、一棵植物、一只鸟，在上帝的心目中都是他的爱。这样懂了吗？如果人类是要学习体会造物主的心情，有一天我们是要照顾地球所有的万物，让地球所有的万物欣欣向荣，然后所有的物种一个都不能少，而不是把万物吃光光。来，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因为赛斯讲过一句话，当万物灭绝的那一天，也是人类撒尤那拉的那一天。所以很多都在预测这个世界的未来，几年之后人类会灭绝。各位，其实你根本不用去计算，我就很简单告诉大家，当地球的万物，你看去对，很多房子、很多车子，那其他的生物呢？那徐氏就讲一句话地球是人类的。我很喜欢举那部电影当地球停止转动，有没有？基努里维主演的。刚开始那女主角好高兴，她要来地球这个拯救地球，好高兴，要来拯救地球。后来女主角说：“你要来拯救地球，那你拯救地球，你要怎么拯救地球？”后来男主角说：“消灭人类啊！”我靠腰啊！因为男主角就是用上帝的观点，他说：“地球是宇宙当中这么一个美丽的星球，这么多丰富的物种，怎么可以整个地球毁在人类单一族群的手上呢？”所以人类这个族群势必要毁灭。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人类这个族群势必要毁灭，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地球早晚会毁在人类的手上。我靠！各位，很直白，但是讲的对不对？来，狮子去哪里了？老虎去哪里了？梅花鹿去哪里了？穿山甲去哪里了？都到餐桌上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从外星人的角度，他是从上帝的角度看地球哦。这么多丰富的物种，这么多的万物，这么多的所有的美丽，竟然毁在人类这个物种单一物种的身上。真的，外星人说我是来拯救地球的。后来方法呢？拯救地球只有一个方法：消灭万恶的人类。也好无辜每次都要被消灭。各位，对你从万物的角度来讲，对，是这样子没有错。你从万物的角度来讲，所以这就是人类现在最重要的身心灵的觉醒。你要开始感受到，地球就是你，你就是地球，你就是海洋，你就是森林，你就是土地。各位懂我意思吗？整个人类的自我意识要打开。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是自外于所有的万物，而是跟万物是一体的。你没有这样做，你一定是招致灾难。就像徐师那天在台北分会讲 COVID-19， 那段我讲得很好，各位有机会回去听，有没有听到？ COVID-19 就是全世界人类在全球化，全球化就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然后集体意识里面有太多的比较、伤害跟羡慕、嫉妒、恨。来，懂我在说什么吗？当这个世界在全球化的时候，就开始区隔啦。就像在 COVID 的之前，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那欧洲人是很生气的，欧洲人很生气耶。我们全欧洲生产的奢侈品，我们欧洲人买不到都被你们亚洲人买走嘞。那时候我们去法国去那个拉法叶那个百货公司，各位，通通是华人，通通讲中文。然后那时候去维也纳要买个什么黑水鬼、绿水鬼，有没有？当个纪念品，走进也是华人啊。我说你们这边有没有在卖那个黑水鬼、绿水鬼或蓝水鬼，就是那个劳力士的潜水表啦。他说：“先生，什么鬼都没有，什么鬼都没有。”我说：“哪里才有这个鬼？欧洲买不到，这是什么？全都被华人买光了。”我想说买个纪念品，绿水鬼有没有？就劳力士那个绿色那个潜水表，什么鬼都没有啦。各位，今天我如果欧洲人，我会觉得很歌安士生。你们这些亚洲人，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在干什么？各位，你看，随便台北市一个房子，现在2、3千万、3、4千万，对不对？你去美国一个大别墅啊，那个墨西哥有没有大别墅带3个佣人，还游泳池，新台币500万啊？大别墅带3个佣人，游泳池，新台币500万啊？你是要怎样？来500万在台北新北要买什么？小套房都买不起啊，对不对？来，各位，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像你知道 COVID 怎么来的吗？就这个世界整个叫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那些竞争、比较、羡慕、嫉妒、恨，是人的什么那个黑暗面，有没有？各位，好，我们再回到万物都是灵。所以目前人类的所有的挑战，气候变迁、物种灭绝，跟人类到底能持续多久？对啊。好，这都有赖于自我意识的怎么样打开。好，所以我们在赛斯心法的学习就是在做这件事，就是要把狭隘的自以为是的自我意识打开，而感受到真的造物主的慈悲，造物主的意念，造物主希望万物欣欣向荣，造物主希望整个地球是往一个繁荣和平的，而不是现在人类的自私、自我中心。来，明白了吗？各位，这样的地球是持续不下去的，也不是上帝所认可的。所以为什么以前那些上帝会降大洪水，有没有？巴比伦塔会打下来，其实他就是在比喻上就是在教训人类骄傲的自我，因为最后人类骄傲的自我会把自己毁掉，也把地球毁掉。各位，你看人类有多愚蠢？那发明核子飞弹干什么？炸死你的小孩哦。对啊。好，两岸我们不去论述，但是我们追求和平，追求和平，好不好？好，那难道你的小孩要上战场吗？来，大陆的小孩不准上战场，台湾的小孩也都不要上战场，就是追求和平，好不好？好，不但人类的世界要和平，人类跟万物也要在改变，也要在改变。好，人类跟万物的关系要在改变。那其实不是为了万物，是为了什么？自己。因为所有的万物的意识都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一只鸟不是一只鸟，一只鸟也是我。我不是我，我也是只鸟。听懂了吗？好，所以赛斯心法是不杀生的，不杀蟑螂，不杀老鼠。我说真的啊，我们家就是老鼠，很讨厌，什么东西被它吃啊？老鼠，好，然后就是用捕鼠笼，捕到了拿到河边或放到人家家去。对，各位，不能用老鼠药，不能用伤害它的生命的方法。你可以捕住它，然后放生。蟑螂不能杀，蚂蚁不能杀，老鼠不能杀，蚊子理论上也不行哈。对，像我抓我们家蟑螂都是拿那个保特瓶，有没有？切一半，然后在这边对不对？就盖上去，好，然后就后面有一张纸，有没有？弄上去，好，就把它弄出来。然后窗户打开，丢出去，丢到对面家。好，来，蟑螂不能杀，老鼠不能杀。好，那目前不是我的，
目前人类吃肉可以，但是不要去不要为了食物之外去杀生。所以老鼠、蟑螂、蚂蚁都不能杀 ，OK， 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等下3点半有我们的工作坊，所以等一下有私人问题想进一步讨论的，我们3点半参加工作坊。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